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的利益，就不断对我国的发展进行干扰，想以此来遏制我们前进的速度。主要原因其实就是美国习惯了这个世界上美国最大的思想，所以看到中国的实力逐渐强大，并且直逼美国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不安。在拜登政府看来，如今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太过迅速，甚至有些领域已经超越了美国，因此这对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以及利益产生了威胁，所以就对中国想方设法地进行打压。说起美国的干扰，诸多观察人士都知道，他们的干扰方式也可谓是千奇百怪，其中打台海牌就是美国用来干扰我们的一项重要招数。美国也知道，如果我国统一的话，那我们的发展速度将会比现在更快，到时候就对他们的威胁也会随之扩大。因此可以说是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对我们的干扰从未间断。对于我们的警告，美国似乎都是当做了耳边风。此前美国参议员就曾窜访台海地区，我方对美国的这种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而美国不但没有听取警告，反而变本加厉，居然公开表态将成立美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海地区。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称，他将在下一个月带领一个由2党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台海地区，重申美国的承诺。这样的消息引起了各界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令人兴奋的是，近日荷兰媒体紧急起飞，发表了一篇关于歼20的文章。该文章刊文称，一架歼20战斗机在中航工业城飞莆田坝试飞时被发现。随后该媒体还称，由战机上的序号可以看出，它隶属于南部战区航空旅。不过从该媒体使用的歼20图片中，并不能辨认出战机的编号，也不能确定这篇文章所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但如果该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属实的话，那也就是说，距离台海地区最近的2大战区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都已经部署了歼20，因为此前就有消息报道，我国东部战区已经部署了歼20。总而言之，如今美国越来越嚣张了，但从各种局势上我们都可以看出，如今我国已经快要进入了统一的倒计时，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美国能够做好自己的事，不要把手伸得太长。我国统一的局势已经势不可挡，如果美国非要执迷不悟，到头来吃亏的只能是美国自己。当年美国在联合国上演洗衣粉事件，用一管洗衣粉发动了对伊拉克的侵略，也因此开启了伊拉克噩梦一般的灾难生活。当初这件事之所以发生，主要还是美国仗着自己强大实力的肆意妄为，而如今美国却一再试图重演洗衣粉事件，例如曾经的新冠溯源，以及这次对柬埔寨的所识所为。日前，美国以中国在该国扩大军事存在、柬埔寨存在腐败、人权等问题为由，对柬埔寨发出强势制裁，宣布即日起对柬埔寨正式实施武器禁运和一系列的出口管制。好家伙，美国为了搞针对行为，已经开始无理由瞎扯了。且不说中国没有在柬埔寨有过任何军事存在，就单说如果一个国家允许另一个国家在其境内有军事存在，就要被制裁，那美国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众多国家拥有的军事存在又是什么？全球各国是不是都要对美国发动制裁？而且美国和自己所有盟友就是腐败、人权问题的代名词，没有资格随意对他国指手画脚。不过柬埔寨可不是什么软弱的国家，在美国发出制裁令之后，其首相洪森当即震怒，表示这些年美国一直以各种理由针对柬埔寨，我不在乎，反正柬埔寨已经没有从美国采购任何武器装备了。而且很显然，1994年我决定不采购美国武器装备，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随后，洪森还直接下令，要求柬埔寨国内所有的武装力量检查军火库，把所有来自美国的武器装备全部销毁或者丢弃。柬埔寨不用美国的东西。此外，洪森还感谢美国，表示因为不买美国武器，所以柬埔寨更好了，甚至还呼吁所有人用美国的武器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当年柬埔寨向美国采购武器，结果采购了一身黑账，阿富汗用美国武器因此战败，所以想要国防独立就不能用美国武器。可以说美国听到这则消息可被气得够呛。美国向来以自己是全球老大自居，自己随便挥一挥手，其他国家就必然会恭恭敬敬地把美国捧上天。然而想法虽然美好，但是实际和梦里的区别却太大了，已经没有人在乎美国那3瓜俩枣了。不管柬埔寨在不在乎，美国如此随便扯个理由就想重演洗衣粉事件的行为，显然是过了线。对此中国直接敲响了钟声。12月12日，人民日报就报道了
了中生的一篇文章，其中直接痛斥美国声称要在关岛和澳大利亚加强军事力量一事，表示美国遍布世界的庞大战争机器已经威胁到了全世界的安全。不得不说，美国一边用军事扩张理由对外发动制裁，一边却又拼命地给自己加强各种军事威胁，这显然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此行径只会让所有人都看清美国霸权主义的真面孔，让美国越来越落败。12月12日晚，环球网传来消息，日本青森县再次出大事了。其近海区域惊现密密麻麻的鱼尸长廊，不仅整个鱼尸长廊宽度达到了约50米到100米，长度更是4000米，也就是足足4公里的水面遍布鱼尸。可想而知，日本这次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灾难？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日本方面对于这件事会发生的具体原因并没有解释，只是说了最近这里并没有船只发生了事故，因此依然是不知原因。然而这件事显然并不简单，因为其一，这不是青森县第一次出现这样密密麻麻的鱼尸长廊。2018年2月3日，日本青森县同样出现了这种密密麻麻的沙丁鱼尸体长廊，不过那一次的问题比这一次还要更严重，当时长度甚至达到了40多公里。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可不仅仅只有如此，因为就在随后的2月7日，日本北海道稚内市野寒布甲多处海岸也再次惊现漂浮沙丁鱼尸体。其二，日本青森县才刚出了一场事故，当时驻日美军因为飞机故障，直接在半空中抛下了2台油料箱，根本没有顾及到当时正好处于青森县的居民区，所以当时一台油料箱正好就掉在了距离一户居民房屋仅隔20米的地方，可谓是险象环生。当时日本就和美国起了矛盾。为何会提到这2件事呢？主要还是在2018年，同样在青森县，同样是2月份，也发生了一起油料箱事件，同样是驻日美军用 F-16往青森县丢弃了2台油料箱，当时该区域的渔业直接遭受了重大打击。虽然这件事发生在2月20日，比青森县出现鱼尸长廊的时间要晚一点，而且2018年的青森县鱼尸长廊，日本最后的解释是海水温度过低，以至于一些游泳能力弱的沙丁鱼被冻死。但是很难说，一旦驻日美军出现报复心理，会不会做出模拟类似的情形给日本警告？要知道，日本福岛距离青森县可一点都不远，想要搞一处鱼尸长廊可不是轻而易举。而且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最近日本媒体亲自爆料的一件事，冲绳的驻日美军再次公开朝日本近海排放毒水，并且被排放的水中全氟烷基物质已经超过了日本暂定标准的1600倍。显然用这种手段也是完全有可能造成鱼尸长廊的。当然以上一切皆是猜测，但是不管这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鱼尸长廊，是核泄漏，甚至或者是此前日本发生地震的后遗症，又或者是美军的报复行动，就日本已经开工建设的福岛核废水排放建筑，以及美军冲着日本近海公然排放毒水的行为，来自日本的鱼类，想来大家也都是不敢再吃了，毕竟谁能保证这真的没问题呢？12月13号，环球网传来一则消息，美国知名媒体人的一句3000万人要拿起武器，拥立特朗普，赶拜登下台，瞬间引爆社会舆论。美国发生了什么事？特朗普和拜登间难道真的要大战将起吗？据悉，美国国家事务分析师约翰·海尔曼在当地时间12号参加了美国一档知名节目，在节目中，主持人提到了一篇此前美国媒体上报道的文章，问他有关于特朗普政变的消息是真是假。结果，这位美国知名名嘴表示，这确实是真实的。有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已经有大约8%到12%的人认为拜登是非法担任总统的。而为了维护特朗普的总统位置，这些人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这些人大约有2000万到3000万人。好家伙，美国这人要发生内乱吗？有意思的是，拜登似乎也早已经清楚了。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前2天，拜登就上了美国一档深夜节目。在节目中，拜登就已经卖了惨，表示自己在支持率尚且还有60%的时候会关注一下，现在已经只有40%多了，自己已经不想再关注这件事情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的节目中，主要角色是拜登1.2万亿美元的基建项目。在如此情形以下，拜登如此卖惨，显然是开炮。虽然你们不满意我这个总统，但是我依然为你们劳心劳力。再多想一想，拜登这何尝不是在直指特朗普呢？
而且就这次美国知名名嘴和其参加节目的主持人间一唱一和地提到3000万人已经准备拿起武器拥立特朗普赶拜登下台，显然也是故意这么说的，目前就是搞臭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名声。如此说来，这和前几天美国披露的特朗普政变 PPT 显然是一套连招啊！拜登这是为了搞掉政敌直接发大招了吗？难道拜登就不会认为既然已经如此，特朗普干脆直接竖起反旗拿起武器直接自己分裂出去单独搞一个国家吗？众所周知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大多数极端的战争思维，经常脸红脖子粗的搞大事，根本不能经得起刺激。而拜登这次如此激烈的手段，有相当大的可能会刺激的这些人直接发动反抗。拜登如果没有后手，那么美国陷入内乱就必然会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最近拜登搞围杀以后，事情就迅速爆发了，特朗普就已经把原定的辩解国会动乱的巡回演讲改成了洗白之旅，当然名字没有这么直白，而是被称为了历史之旅，但是内容都是差不多，贬低拜登，批评拜登的政策，甚至其中还搬出了奥巴马。好家伙，目前这场巡回演讲才刚刚开始，最终会形成什么结果不好说，但是被逼急了，到时候当场跳脚也不是不可能的。对此诸位看官怎么看呢？